大家好，我是李医师，你们在长寿实验室的老朋友。今天我们实验室不谈那些太高深的理论，我们就来聊聊一个看起来很小，却困扰了我们很多中老朋友，甚至影响到自信心，影响到出门意愿，连穿个凉鞋都觉得尴尬的小麻烦，就是那个又黄又厚，让人痒得受不了的灰指甲，还有那个反反复复怎么也断不了根的香港脚。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不就是点小毛病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在我这么多年的行医经验里，我发现很多朋友，特别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真的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你想夏天到了，天气这么热，谁不想穿上凉爽的拖鞋、凉鞋，让脚丫子透气呢？但是因为这个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困扰，只好继续把脚闷在厚厚的鞋子里，又闷又热，反而让问题更严重。而且那种痒起来的感觉，尤其是在晚上，真的会让人烦躁到睡不着觉。这种长期睡不好，精神压力就会变大，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可是个不小的负担。所以你说，这还只是个小问题吗？它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脚丫子，更是我们的生活品质，甚至是我们的心情。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彻底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问荧幕前的你是不是也试过很多种方法？药膏买了一条又一条，刚开始好像有点用，没过多久又复发了，总是治标不治本，钱包伤了，信心也更受打击了。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不妨在下面的留言区打个1，让我知道不只是我遇到过有这样的病人，让更多有同样困扰的朋友知道，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好，那为什么这些霉菌会这么顽固，像打游击战一样，怎么也清不前进呢？其实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用对方法，没有从根源上去断了他们的粮草。这些霉菌最喜欢的就是温暖、潮湿、阴暗的环境，我们的脚鞋，特别是如果不透气，简直就是他们的5星级豪华套房。你光是涂药膏在表面，就像只打扫了客厅，但霉菌早就躲到墙角、缝隙里去开派对了，当然没办法断根。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就不是这样，它不花什么大钱，甚至可能就是你厨房里现在就有的东西，非常安全，我们从小用到大。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于它能够创造一个让霉菌根本就待不下去的环境，从根本上让他们搬家。而且这个方法背后的道理，其实跟我们处理很多生活中的问题，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摩擦，道理是相通的。你们看霉菌为什么会反复发作？因为环境没有改变吗？他觉得舒服，他当然要回来。这就好像我们生活中，如果总是存在住让人不舒服的湿气和闷热，比如说长期的误解啦，或者是不好的沟通，那么一些小摩擦也可能像霉菌一样慢慢滋生，最后变成一个大问题，甚至影响到最亲密的关系，像是夫妻之间的感情。我这样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比喻。我们对待身体的健康问题，和我们经营一段关系的健康，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要从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开始。一个是身体的环境，一个是心理的、情感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学会怎么把脚上的霉菌清光光，让脚步轻盈，走路有风，更要学会怎么去营造一个让自己心里舒坦，让家庭关系和谐的好环境。这对我们中老朋友来说，才是真正重要的长寿秘诀，你们说是不是？那么这个神奇的藏在厨房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卖个小关子，因为在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彻底了解我们的对手，这样才能百战百胜。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关于霉菌的小秘密，可是决定我们能不能成功的关键，你们一定要仔细听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霉菌就像个赖皮的客人，你光是表面赶一赶，他转个身又躲回角落里去了。我们很多朋友，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皮肤的抵抗力没有年轻时那么好了，新陈代谢也慢了，这就给了霉菌更好的机会扎根。你想想，是不是有时候觉得脚上的皮肤特别浅，但又很容易出汗，或者指甲长得越来越慢，还容易变厚、变形？这都是霉菌最喜欢的温床。那么我们厨房里到底有什么法宝呢？其实可能很多妈妈们早就用它来清洁厨房，去除油污了，因为它有很强的天然杀菌和吸附异味的能力。猜到是什么了吗？对，
就是小苏打粉，有的地方也叫它舒打粉，白白细细的，看起来很普通，对吧？但是你可别小看它，小苏打粉是碱性的，而我们皮肤表面还有那些讨厌的霉菌是喜欢偏酸性的环境。你用碱性的小苏打粉，就好像是改变了脚上皮肤的土壤酸碱度，让霉菌一下子住得不舒服了，它自然就待不下去了。这跟我们用很多化学药膏的原理不太一样，药膏是直接去杀菌，有时候太强了，反而会刺激我们年长者比较薄、比较敏感的皮肤。小苏打粉这个方法呢，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它是从环境上根本的改变，让霉菌自己不想留下来。而且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好处，就是它能吸附湿气，保持前爽。你想想，脚为什么会容易有香港脚？就是因为湿气嘛。小苏打粉就像个小小的除湿机，帮你把脚上的湿气吸走，没了湿气，霉菌就像鱼没了水，很难生存了。那具体该怎么用呢？方法真的很简单，你可以准备一个洗脚盆，装满温水，记住是温水，不要太烫，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对温度的感觉可能没那么准，太烫的水反而会伤害皮肤。然后加入大约1汤匙，就是我们平常喝汤的那种汤匙，满1汤匙的小苏打粉，把它搅拌均匀，让它完全融化在水里。然后就把脚放进去，舒舒服服的泡上个15到20分钟。泡完之后，用前净的柔软的毛巾轻轻的把脚擦干。这里有一个关键步骤，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就是脚趾缝。一定要一根一根的把脚趾缝轻轻拨开，仔细的擦干，一点湿气都不能留。你可以想象，脚趾缝就是霉菌最后的藏身堡垒，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堡垒彻底攻破。那什么时候泡比较好呢？我建议是在晚上睡觉前。泡完之后，脚也前爽了，人也放松了，正好帮助睡眠。你可以试着每天泡一次，特别是刚开始的阶段，坚持一段时间，你会慢慢感觉到那种痒的感觉减轻了，脚部的皮肤也变得比较前爽、光滑。当然了，我知道我们这个年纪，有时候记性没那么好，或者会觉得麻烦。那你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自己记得每天泡脚呢？比如说，把洗脚盆放在电视机前面，每天晚上看连续剧的时候就顺便泡了。或者有没有老伴可以互相提醒，一起来保养？你们家里是谁比较注重这些养生的小方法呢？是太太催促先生，还是先生提醒太太？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们家的情况，一定很有趣。不过在这里我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虽然小苏打粉很温和，但每个人的皮肤状况还是不一样。如果你在使用的过程中感觉到任何刺激、红肿或者不舒服，那就先停下来，用清水冲洗前净。毕竟我们的首要原则是安全。还有，如果你的灰指甲已经非常严重，整个指甲都变形变厚的很厉害，或者脚上已经有破皮、红肿发炎的伤口，那我还是建议你要先来看医生，让医生帮你做一个专业的判断。我们这个方法更适合于日常的保养、预防以及情况还不是非常严重的辅助改善。它需要的是耐心和坚持，因为指甲长得很慢，脚上的皮肤新陈代谢也需要时间。你想要把一个住了很久的坏房客请走，总得给他一点时间搬家，对不对？这不像涂强效药膏，可能几天就不痒了，但那只是表面现象。我们要追求的是长长久久的断根效果。这就跟我们处理很多事情一样，比如说家里老伴之间几十年的相处，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小摩擦、小习惯让你觉得不舒服，像脚上的霉菌一样痒痒的。你是选择用激烈吵架的方式，像用强效药膏一样暂时压下去，但问题没解决，还是选择用像小苏打粉这样温和但持久的方式，去慢慢改变相处的环境和气氛呢？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所以我们看这小小的脚丫子上的问题，是不是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用小小的小苏打粉改变的是脚上的环境，环境一改变，那些讨厌的霉菌就待不住了。这跟我们人生中很多更大的烦恼道理其实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很多老朋友到了这个年纪，会发现一个比灰指甲、香港脚更让人困扰、更养在心里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问题，那就是和身边那个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关系好像变得有点潮湿，有点闷热，让人忍不住想抓。
却越抓越烦躁。你看，我这样比喻，不知道荧幕前的你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我们的身体会因为环境潮湿闷热而出问题，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家同样也会。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问题出在对方身上，就像以为问题只是那只看得见的霉菌一样。我们拼命想去治疗对方，想去改变对方，用的方法呢，有时候就像效果太强的药膏，可能暂时压制了症状，却让对方的皮肤，也就是心理的感受更受伤，问题反而更深地藏了起来，反反复复，永远断不了根。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这就像我们的脚趾缝，因为结构的关系，它就是容易积聚湿气，这是先天条件。而一对老夫老妻，几十年下来，有太多固有的相处模式，沟通习惯也像脚趾缝一样，形成了一些特别容易积累情绪湿气的角落。比方说，他总是忘记你交代的事情，他总是为了一点小事唠唠叨叨，他退休后整天待在家里，好像挡住了你的路，他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子女孙辈身上，让你觉得被忽略。这些事情单独拿出来看，好像都不是什么大事，对不对？就像一两个霉菌孢子，你根本不会在意，但是如果这些事情不断发生，又没有得到很好的通风和晾晒，那个心里的闷热潮湿环境就形成了。失望、抱怨、委屈、孤独，这些负面情绪就像霉菌一样，悄悄的滋生蔓延。一开始只是有点不舒服，后来可能变成时不时的发痒，也就是争吵，再后来可能连吵都懒得吵了，变成一种麻木的厚皮和变色。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心里却隔住千山万水，比一个人呆住还要孤独。这种孤独，这种心里的闷和痒，对我们健康的杀伤力可能比身体上的病痛还要大。它会让你睡不好，吃不下，血压升高，心情低落，甚至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我们医生在临床上看到太多的真实案例。所以今天我们谈的表面上是脚上的霉菌，但实际上我们要学会的是一种从环境入手的智慧，不仅要照顾好我们身体的环境，更要学会经营我们心里的家庭的环境。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什么是婚姻关系里的小苏打粉呢？什么东西可以温和的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相处的酸碱度，吸走那些积累的情绪湿气呢？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要简单，但也更需要耐心。它可能是一次用心的倾听，试图去理解他为什么沉默，而不是指责他不关心你。它可能是一个主动的示好，比如帮他倒一杯他爱喝的茶，打破持续好几天的冷战。它可能是在子女面前给对方多一点尊重和肯定。它也可能是勇敢地说出自己心里的害怕和孤单，而不是用指责和抱怨来包装。这些小小的行动，就像每天用温水泡一泡小苏打粉来洗脚一样，看起来微不足道，无法立竿见影，但天长日久，它会慢慢的、温和的改变你们之间相处的体质。它不能让几十年的问题一夜消失，但它可以创造一个让情感、霉菌无法肆意生长的健康钱爽的环境。我这样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我们长寿实验室关注的不仅仅是你活多少岁，更是你活的每一岁，有没有质量，有没有尊严，有没有温暖。荧幕前的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心里潮湿闷热的感觉？你是怎么为自己的心情除湿的呢？有没有哪一个小小的举动，曾经意外的改善了和老伴的关系？我非常想听听你的故事，你的经验可能正好能帮助到另一个在困境中的朋友，请你一定要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好吗？我们今天的话题从脚底板的霉菌说到了心里的疙瘩，这是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探索之路。接下来我们还要更深入的聊聊，当这种心理的霉菌严重到一定程度，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具体的科学上已经被证实的伤害？为什么有的老人家身体一直不好，看了很多科都看不好，根源可能却出在心情上？这背后的道理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健康。是我们刚刚谈到，这心里的闷和痒对于健康的杀伤力有时远超过身体的病痛。这背后的道理，我们医生用一个词来概括，叫做心身关联。听起来有点学问，对不对？但我用最白话的方式解释给大家听。你想象一下，现在突然有只蟑螂从你脚边爬过去，你的吓一跳，
是不是瞬间感觉心跳加速，手心冒汗？这就是最简单的心身关联，你心里的一个念头，害怕，立刻引起了身体的反应，心跳快，出汗。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长期处在一种不开心、有压力的情绪里，比如和老伴关系紧张，那种心里的不舒服就会像一个看不见的开关，一直打开我们身体的压力模式。这个模式下，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物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身体的警报激素。偶尔拉响警报没关系，但如果警报器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在响，会发生什么事？这个长期过高的皮质醇就会开始在我们身体里搞破坏了，它会让我们的血压容易升高，增加心脏的负担，它会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让我们变得更容易感冒，甚至小伤口都好得慢。它还会影响我们大脑里负责记忆和学习的区域，让我们的记性好像越来越差，注意力不集中。更不用说它对睡眠的影响了，让我们躺在床上，脑子里却像跑马灯一样，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所以很多时候你感觉这里酸那里痛，头晕乏力，看遍医生也找不出明确的原因。也许问题的根源就出在那个让你日夜忧愁无法放下的心事上。那个婚姻关系里的潮湿闷热正在一点一点地腐蚀你的健康基础。我这样讲不是在指责任何人，而是感到非常心疼。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忍耐，习惯了把苦往肚子里吞，总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为了面子，为了孩子，再多的委屈也要撑下去。但我们唯独忘了，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才是撑起这个家的根本柱子。如果柱子因为内心的风雨而腐朽了，这个家还能安稳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这不是软弱，这是一种对自己、对家庭负责任的勇敢。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怎么才能为我们的情感关系除湿通风呢？这绝对不是一句看开点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方法，就像我们用小苏打粉泡脚一样，简单但需要坚持。第一个方法，我称它为每日3分钟的微风。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找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也许是3分钟，也许是5分钟，主动去创造一个小小的积极的互动。这个互动的关键是不带任何抱怨和指责，比如你可以试着说，今天天气真好，阳光照进来很舒服，而不是说，你今天总算知道把窗帘拉开了吧。或者你可以给他倒一杯水，递过去的时候说，喝点水吧，而不是说，你没看到我忙了半天，自己不会倒水吗？这小小的不带刺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像给闷热的房间开了一条窗缝，吹进了一丝微风。它可能不会立刻改变什么，但天长日久，这种正向的互动累积起来，就会慢慢改变房间里的空气品质。我知道这做起来很难，尤其是当你心里有委屈的时候，你会想，凭什么是我先改变？为什么不是他？这里啊，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想，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对方，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是在为自己的内心环境进行一次大扫除，我们是在主动关掉那个响个不停的压力警报器。这是一种自私的为了自己的养生之道。我想问问荧幕前的朋友，特别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先生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试图用一种平和的方式去和太太说话时，反而发现对方好像也没那么刺了。或者太太们，当你停止唠叨，改用一句简单的关心时，有没有发现先生的表情会有点不一样？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瞬间，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就打个有字，让大家看看这股微风是不是真的有用。我们现在要谈的这个话题可能有些沉重，但却是许多家庭真实面临的十字路口。当关系里的霉菌，那些日积月累的误解、伤害和冷漠，已经不是用温和的小苏打粉就能清理前进时，当这段关系本身已经从潮湿闷热变成了一座让人窒息的牢笼时，我们该怎么办？在我多年的行医生涯中，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一位阿姨因为长期忍受丈夫的言语冷暴力，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和失眠，整个人消瘦的不成样子。一位伯伯因为妻子控制欲极强，他连出门下棋的自由都没有，最后查出得了重度抑郁症。他们来看病时，眼神里是没有光的，那是一种被漫长岁月磨蚀掉的疲惫。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只是劝他们忍一忍，看开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点残酷的。
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在用生病的方式发出最强烈的抗议了。这就像脚上的灰指甲，如果已经严重到整个指甲坏死、化脓，引发了蜂窝性组织炎，你还坚持只用泡脚的方法，那是不现实的，甚至会耽误病情。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更果断的医疗介入，比如口服抗霉菌药物，甚至需要进行清创手术。同样的道理，对于一段已经严重侵蚀身心健康的婚姻关系，离婚这个选项有时就像那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清创手术，它不是目的，它是一种为了保住生命本体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是为了切除那个已经坏死并且不断散发毒素的关系肿瘤。我知道，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离婚两个字太沉重了，它意味着失败，意味着丢脸，意味着对不起孩子，意味着晚年孤独。这些恐惧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想请大家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用自己余生的健康和快乐作为代价，去换取一个完整家庭的空壳，真的值得吗？有时候，一种有尊严的、和平的分离，远胜过一场没有硝烟的、耗尽生命能量的内战。这不是劝大家轻易放弃，而是当我们已经用尽了所有温和的方法，关系依然没有任何改善，并且它正在实实在在的摧毁我们的健康时，我们至少要有勇气去正视这个选项，去了解它，而不是一味的恐惧和排斥。这其中最需要克服的就是那种我的人生失败了的感觉。我想告诉大家，绝对不是这样的。一段关系的结束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它不代表你这个人的价值被否定。相反，当你鼓起勇气，为自己的生命健康和内心安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时，这恰恰是一种对自己极度负责的成熟的表现。这不是失败，这是一种清醒的重生。当然，这个决定绝不能意气用事，它需要经过非常审慎的考量。这就像动手术前，医生要和病人做详细的术前评估一样。在考虑这条路之前，我们至少要先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我是否已经为改善这段关系付出了真诚的、足够的努力？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每日3分钟微风的方法，我是否坚持尝试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第二，对方是否完全拒绝任何形式的沟通和改变？关系是两个人的事，如果只有一方在努力，而另一方毫无意愿，那么这种努力最终会耗尽自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的身心健康状况是否已经受到了明确的、严重的影响？比如出现了持续的抑郁、焦虑、失眠，或者查不出原因的疼痛，血压药物也难以控制。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指向同一个无奈的结论，那么与其在痛苦的泥潭中一起沉没，也许各自上岸，保住剩余的健康和岁月，是一种更负责任的选择。特别是对于我们女性长辈，往往为家庭付出了一生，到了晚年，更应该有权利为自己活一次，追求内心的安宁。我知道这个话题会触动很多人的心，你可能赞同，也可能反对，可能正在经历这种煎熬。无论如何，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健康重要，还是维持一个表面完整的家更重要？这没有标准答案，我只想邀请你在下面的留言区安静地分享你的看法。你的经验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份宝贵的参考。好了，我们今天不知不觉已经从一个小小的角选谈到了人生最重大的抉择之一。这条路看似绕得远，但其实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究竟要如何安顿好自己的身心，过一个有质量的晚年。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走。如果我们选择了那条更艰难的重生之路，那么离婚之后的生活，我们该如何重建？如何面对可能随之而来的孤独感？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和快乐？这些问题比离婚这个决定本身更需要智慧和勇气。所以，请大家务必锁定我们的频道，下一集的内容，我们将一起探索如何在那片经历过风雨的土地上重新播种，开出属于自己的全新的生命之花。这绝对是一段充满希望和发现的旅程。